宋美齡人生的最後一站不在台北，也不在南京，而是在紐約。在紐約郊外有一座非常安靜的墓園，但卻被叫做中華民國檔案室。他為什麼沒有回台灣？為什麼沒有和蔣介石合葬？又為什麼他的歸宿會成為一段至今還沒有真正落幕的歷史？除了宋美齡，還有宋靄齡、孔祥熙、宋子文、張幼儀、顧維鈞，以及一眾中華民國外交官、經濟學家，都在紐約這座墓園留下了名字。嗨，歡迎大家回到我的頻道，我是 Jenny。上次我去台灣的時候住了圓山大飯店，喝了第一夫人咖啡，然後就了解了一些宋美齡和孔二小姐的故事。最近我正好在紐約，想說順便可以來探訪一下宋家和孔家的人離開台灣之後在紐約的一些生活。今天這支影片，我就帶大家走進 Ferncliff Cemetery， 走進宋美齡最後離開台灣後的歲月，以及這座傳奇墓園背後被歷史留下的故事。Ferncliff Cemetery 中文譯作芬克里夫墓園，位於紐約 Westchester， 1902年成立。這裡不像許多人想象中的名人墓園那樣喧鬧，相反它非常安靜。進來以後，周圍都是樹木、草地、陵寢建築，還有偶爾來祭拜的人。這座墓園安葬或火化過大量20世紀的世界知名人物，涵蓋政治、娛樂、音樂、文學等等。比如說 The Beatles 的 John Lennon， 美國民權運動領袖 Malcolm X 等等。但對中文觀眾來說，這裡最特別的名字是宋美齡。她與這座墓園的關係更像是站錯，一種等待中的安放，而這也正是這個故事最耐人尋味的地方。宋美齡不是普通意義上的第一夫人，她是宋家三姐妹中最小的妹妹。大姐宋靄齡嫁給孔祥熙，二姐宋庆齡嫁給孙中山，而宋美齡嫁給了蔣介石。在入口那裡知道位置之後，現在就可以沿着小道去他的墓室那邊。有園丁在工作，這邊綠化維護的特別好。宋美齡受西式教育，英文流利，畢業於美國 Wellesley College。她後來嫁給蔣介石，不只是婚姻，也是一種政治聯盟。她帶給蔣介石的是宋家的資源、孫中山革命遺產的連接，還有面向西方世界的語言能力和形象包裝。這條小道走下來，第一棟這棟就在裡面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蔣介石不擅長直接面對英文世界，而宋美齡就成為他對外的聲音。台灣媒體在他去世報道中也寫道，他憑借英文服裝、形象和外交能力，成為蔣介石面向外部世界的重要代言人。從大門旁邊的樓梯走進來，第3層的第2間墓室，很快就能找到這間半開放式的蔣宋美齡紀念，算是一個小隔間吧。下面有個大象的雕刻，然後上面還放着幾封信件，粉紅色的綢帶上寫着“親愛的蔣媽媽千古”，後面的字就看不太清楚了。宋美齡晚年長期生活在紐約，她住在曼哈頓，生活低調，身邊有親屬、護士和安全人員照顧。一個曾經站在美國國會演講、出入白宮、被世界媒體追逐的女性，晚年回到了紐約高樓裡的安靜房間。她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她熟悉的人一一離開，蔣介石離世，宋慶齡離世，蔣經國離世。中華民國也已經不再是他記憶中那個大陸時期的國家，而台灣本身也在快速民主化、本土化，走向一個他未必完全熟悉的新時代。
她仍然是蔣夫人，但她不再真正掌握台灣政治。她仍然象徵一個時代，但那個時代已經離她越來越遠。這也是為什麼宋美齡的晚年特別適合用一個詞來形容：孤獨。不是普通人的孤獨，而是歷史人物的孤獨。她見過太多權力的高峰，也見過太多時代的瓦解。最後她留在紐約，像是把自己放在歷史的邊緣，靜靜等待一個答案。上面的幾朵花好像和我們上次在陽明山採的海芋是一樣的。陽明山的下面還有士林官邸，也是很多關於他們的回憶。講宋美齡的牌位下面是皇孔 Rosamond 令儀，她是孔祥熙的大女兒孔令儀。宋美齡最疼愛的是孔二小姐孔令偉，最依仗的是大公子孔令侃，而最親近的就屬大小姐孔令儀了。當我看到這個牌位的時候很疑惑， Rosamond 不是宋慶齡嗎？我特意查了一下，原來是她的母親宋靄齡為了表達姐妹間的親密感情，特意為她取了和二姨宋慶齡同樣的英文名字 Rosamond。 這個墓室隔間的外面是一個大概1米高的鐵門。2003年10月，宋美齡在紐約去世，一個跨越3個世紀的女性就這樣在紐約結束了她漫長的一生。但真正的問題是，她去世以後，她要葬在哪裡？是回台灣，是去南京，還是繼續留在美國？這個問題並不只是家族喪葬安排，而是牽涉到蔣家、中華民國以及兩岸政治。2003年，蔣家家屬對外表示，家屬決定將蔣宋美齡葬錯紐約，以備與先總統蔣公適時安葬。20幾年過去了，既然家屬說未來要和蔣介石合葬，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首先，蔣介石本人也沒有完成傳統意義上的最終安葬。蔣介石1975年去世後，靈柩葬錯台灣慈湖，一個在台灣，一個在紐約，兩個人都沒有真正入土為安。宋美齡沒有與蔣介石合葬，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夫妻感情問題，而是一種歷史和政治造成的未完成狀態。宋美齡的一生從中國大陸開始，在美國受教育，在南京和重慶走向權力中心，在台灣延續中華民國體制，最後停在紐約，被按下歷史暫停鍵。那我們再繼續看看其他名人的墓室也在這裡，比如說還有宋家的其他人，孔家的人。剛剛說的孔大小姐的墓位就在宋美齡的下方，那其他孔家人基本都在他們的隔壁第一間墓室裡。宋美齡的大姐夫孔祥熙不只是富商，也是國民政府的重要財政人物，他曾擔任財政部長、中央銀行總裁、行政院長等職務。可以看到這間墓室安放着孔祥熙、宋靄齡以及孔家部分子女。這裡所謂的孔家墓室不只是一個家族墓室，它代表的是當時最核心的財政權力網絡，宋家、孔家、蔣家國民政府財政體系，以及美國與中華民國之間的資金、外交和戰爭援助。很多這邊隔間上面是有名字的，但是第二間和第一間都沒有名字。這裡面並不是每一間都是這種小隔間，有的只是在牆壁上的。除了孔家人，這座陵寢裡還散落着其他的宋家兄弟，比如說宋子文。宋子文是宋家兄弟中政治能量最大的一位，他曾任財政部長、外交部長、行政院長，也參與戰時對美外交。宋家另一個兄弟宋子良也安放在這裡。相比宋子文，他在中文歷史敘事中存在感就比較低一點。这邊還有很多空的空間，它應該就是這樣子一格一格一個磚塊的拿下來。
除了宋家和孔家，這裡還有一個名字會讓很多中文觀眾停下來，那就是張幼儀。張幼儀最常被人記住，是因為她是詩人徐志摩的原配夫人，但如果只把她稱為徐志摩前妻，其實低估了她的人生。她是一位當時突破傳統性別限制的女性。和徐志摩離婚後，她並沒有被這段婚姻定義，而是繼續學習工作，後來進入金融和教育領域。在2樓看到了張幼儀的墓碑，1900到1989，因為她後來改嫁的人姓蘇，所以是蘇張幼儀。然後張幼儀的旁邊就是徐志摩的兒子。她和宋美齡不一樣，宋美齡一生站在權力中心，張幼儀則是從一段失敗婚姻的陰影裡走出來。可是到了最後，他們都停留在了紐約郊外這座安靜的墓園裡。這裡還有一個姓黃的，上面寫着台灣省苗栗市。這座墓園葬有很多中華民國的外交官，其中不得不提的就是顧維鈞，他是近代最著名的外交家之一。他是1919年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也曾在1926年到1927年擔任代理國務總理。顧維鈞、顏幼韻以及他的子女最後都葬在了這裡。這個墓園很神奇的點是，雖然在紐約，但是中文名字出現的頻率真的超級高。除了剛剛提及的這些歷史名人，基本上我都不知道他們是誰。但是當我輸入一些中文名字的時候，就會發現這些人居然都有自己的維基百科，然後大部分是曾經在中華民國身居要職的人，難怪說這裡是中華民國檔案室。小道上還有很久以前的這種墓，它就是建在平面上的，很像一個小房子。這邊也有大樹下的樹葬，地上的都是埋在土裡的墓碑。對台灣觀眾來說，宋美齡可能是個很複雜的人物。有人記得她是蔣夫人，是中華民國外交形象的代表；有人批評她代表威權時代、豪門政治和特權階層；也有人把她看作宋家三姐妹中最懂權力、最懂美國的一位女性。這些評價都不是單一的，她身上既有傳奇，也有爭議；既有優雅，也有權力；既有個人魅力，也有時代陰影。今天我來到紐約的這座墓園，看看這些歷史人物離開權力中心以後剩下的是什麼。我看到的是一個時代的退場，曾經的第一夫人，曾經的財政部長，曾經的外交家，曾經的名門女性，到最後都離開了聚光燈，離開了政治口號，離開了報紙頭版，變成墓園記錄裡一個個安靜的名字。如果你是台灣的觀眾，或者對這段歷史有自己的記憶，我也很想知道，你認為宋美齡最後應該歸葬台灣南京，還是繼續葬錯紐約？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看法，我們下一期影片再見。